说起禅让制度，自古以尧、舜禹最为美谈，千古以来，人们提及这三位君主都称颂不已。对于禅让这种丝毫不恋战权势、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美德，更是心向往之。但历史事实真的是儒家口中所称赞的那样吗？禅让制是中国在武帝时期出现的一种选举军事首领王的制度。首先是各部落或者大臣向在位者推举贤人作为下一任王位的候选人，接着由现任的王确立下一任继承者。关于禅让制的记载主要记载于《尚书》《史记》，一直以来成为儒家津津乐道的历史事件。按照两书的记载，禅让制简直是完美无缺的，以此选拔出的人也是完美无缺的。《史记》记载尧是如天神一般完美的帝王，但是他的儿子丹朱却不孝。在一次推举候选人的会议上，大臣们向尧推举了丹朱，尧就说他儿子完凶，不能用。最后尧终于找到一位完美无缺的继承者舜。舜晚年由于大禹治水有功，舜便将他确立为继承人。舜去世后，大禹不愿意继位，希望舜的儿子商均继位，还逃避到了阳城，但是诸侯却都到了阳城拥护大禹继位，如此大禹不得已而继位。后来大禹又将高尧确立为继承人，高尧很快就去世了，大禹又重新确立亦为继承人。大禹去世后，诸侯都拥护大禹之子启，于是启就继位了，开辟了世袭制的先河。由孔子推崇的尧舜禅让，使得尧和舜成为了中国历代皇帝的共同楷模。无论他们是昏庸还是贤明，无论是哪个朝代的皇帝，都梦想着自己的统治时代能够像尧舜时一样。然而历史上还有另外一种版本的禅让制，那就是充满血腥和暴力的政变。战国时代的荀子首先提出对禅让制的质疑，他说尧舜禅让是谎话，是不明真相的人传播的谣言。韩非子更是直接指出，舜禹两人和商朝的开国君主商汤，还有周朝的周武王，都是政变夺权的弑君者。而中国最早的编年体通史古本竹书纪年也对此有些记载，其中有舜是夺取了尧的王位，还把他给流放了的记载。史记中说舜是南巡苍梧而去世，竹书纪年则记载为被禹驱逐到苍梧去世的。关于后启合议的事情，古人有大禹暗中还是支持后启继位的说法，之后启就在诸侯的支持下夺取了王位。尚书也有所记载，尧典、舜典、大禹谟等篇这样写道：尧在位70年后，其子丹朱不成器，不得百姓爱。作为驸马的舜那时已然摄政，但仍保荐丹朱治理南河8年，直到朝臣和百姓认为丹朱不是治国之才，纷纷靠拢贤明的舜，让尧也了解到他的儿子朽木不可雕，舜才以一句天也结束了丹朱的政治生涯，坐上了帝位。这样看来，也不是尧让位，而是舜自己取代了丹朱。所以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韩非子有这样的评语：舜逼尧，禹逼舜。尧不得不传位给舜，实乃舜已经完全得到百姓的爱戴，近100岁的尧又能如何呢？尚书中还有言舜即位之后，刘共攻于幽州，放欢兜于崇山，窜三苗于三危，及滚于羽山，4罪而天下服。后来近代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就在他的《古史辨》第7册中指出，禅让之说乃是战国学者受了时势的刺激，在想象中构成的乌托邦，这是墨家为了宣传主义而造出来的。事实上，尧舜禅让并不像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那样大公无私，而是在禅让之前经过了惨烈的权力争夺战，最后由胜出者掌握了政权。据说当帝位的继承问题真正提上议程之后，尧帝的儿子丹朱自然也不愿意放弃机会。当儿子和女婿都想得到首领的位子时，尧帝最终没有过了血缘这一关，明确支持儿子丹朱。在此情形下，舜无法通过禅让来继承首领的位子，于是发动一场政变，把尧帝幽禁深关，把丹朱也囚禁起来。此事件发生后，舜并没有马上取代尧帝，而是先设天子政，摄政8年后，又假惺惺的要把政权交给丹朱。此时丹朱已被囚禁多年，而且早就被扣上不贤的帽子，赤手空拳，又没有民众基础。而舜则掌握政权都快30年了，
满朝文武百官几乎都是他当初一手提拔的。这种情形之下，没有人同意丹朱做首领，舜登帝位自然成为理所当然的事了。舜即位后，立刻除去了共工、钟、鲧、欢兜等一干尧在位时的名臣，而最终使天下臣服。很显然，共工等人很可能威胁到舜的顺利即位，所以他才心狠手辣地除掉他们。不过舜到最后也是胆战心惊地坐着帝位，因为即将取代他在人民心中地位的人，正是被他所杀的鲧的儿子禹。舜是禹的杀父仇人，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，所以禹治水成功后，能甘心为舜所用吗？此时再看韩非子的禹逼舜这句话，顿觉其中的精道之处。虽然史记上讲舜南巡时不幸病死途中，但战国时魏国史书《竹书纪年》却这样记载：舜年迈体衰，禹于是迫舜去南方巡查，实为放逐，舜因此死于途中。两个妃子娥皇、禹英都不在身边，作为一代贤君的舜便如此孤苦离世，于是便有了近代张华博物志中记载的凄惨结局。舜死后，他的两个妃子抱竹痛哭，泪尽而死，泪水洒在竹子上变作斑竹。不管是史记的记载更符合真实历史，还是被称为野史的竹书纪年更贴近现实境况，总之舜的死实则是有蹊跷的。今日无论如何推测，都不可能再现当时的情景，又如何知道舜传禹帝位是否有内幕的存在？其实原始社会除了尧、舜、禹三人是以禅让名目传帝位之外，在之前禅让根本就不曾存在。从轩辕皇帝开始，一直遵循着子承父位的规矩，皇帝王朝子孙相传，共传了7君。孔子翻遍了历史，才找到尧、舜、禹三人并非子承父业的例子，于是以天下得者居之教育子弟，到各国游说各色君主，提倡礼乐道统。而事实上，孔子及其弟子用了2000多年的时间，实践的一直都是希冀将君主化为圣人的治国正统，而非将圣人化为君主的治国道统。儒家的道德理想从始至终都为君主所利用，禅让在儒家的道统中是上古圣贤明智的象征，是最正确的政治举措。尧让位给舜，舜让位给禹，这无疑是道统凌驾于正统的标志。天下唯有德者居之，此乃孔子一生笃信的圣人治国策略，追寻的道德理想。就连吕不韦也曾以此言暗示秦始皇的暴政即将倒台。于是有人认为，正道合一，儒家道德规范成为政治手段，才是永久的统治之道。但可惜古老的禅让和德治还是不幸地破灭了。是谁揭开了禅让的谎言？我们或可从魏文帝曹丕的身上得知一二。曹丕心安理得地接受傀儡汉献帝禅让帝位之后，脱口而言：舜禹受禅，我今方知。一句话揭露了古代禅让背后的实质。在曹丕看来，原来天下为德者居之，实则应该改为天下为权者居之。谁的实力足够强，谁的地位足够稳，谁就可登上帝位。从此以后，曹魏故事成了禅让的代名词和操纵模板，把这个原本称颂君王美德的词汇变成赤裸裸的权力倾轧。魏文帝曹丕代汉才是禅让制的真相。曹丕之后，后世朝代全都如法炮制。五代时，郭威代汉时，隐帝已经被杀，只能由太后扮演禅让的主角。宋太祖赵匡胤取代后周是在一个早上完成的，但也少不了以周公帝的名义下了一道禅位诏书。当年的儒家以禅让为千古盛世，是天下为公的典范，不遗余力地称赞禅让，只恨不能亲身经历、亲眼目睹。可惜当皇帝的都讲究现实，尽管爱听臣下将自己比之于尧舜，却从来没有人愿意像尧舜那样传位于外人，连在生前就传位于太子，而当太上皇的也屈指可数。其中出于自愿的，或许只有乾隆皇帝一人。至于他是否真将大权交给了儿子嘉庆皇帝，就又是另一回事了。看天下千百年斗争，越是乱世，禅让的戏幕上演得便越精彩。在和平交接权力的光环下，这些禅让的神话怪圈只是被历史和人们理想化了的政治谎言。在整个世界的历史上，权力的善待从来都不可能如此平和，历代君王得到政权无不依靠实力和权谋，尧舜禹也不例外。如果真像儒家所说，
上古时代政权交接通过圣人禅让来实现，而后来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篡位和叛乱，似乎人的道德水准越来越低。那么历史岂不是在倒退？权力的善待从来都不可能如此平和，古代如此，现代亦是如此。